托梦第5章第1个梦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在你的记忆中，你能记得起几个完整的梦境？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用告诉我，我也能猜得8、9不离10。当然，每次醒来有记录梦境习惯的人不算在内。这类人我身边就有齐浩洋。他是一个神经外科医生，大脑就是他主要研究的课题。在医院恢复的时间里，我遇到了一个奇怪且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：我不会做梦了。我记得齐浩洋对我说过，人的大脑好比太阳系中的地球，我们对它的了解恐怕不到1%。意外失去1/3的脑组织已经不再是新闻，失去1大半脑组织的也大有人在，而且还活得很好。甚至还有人生来就只有不到1/10体积的大脑。至于究竟是哪些部分主导着梦境，至今也没有确切的答案，但有可能就是我失去的那一部分。他的意思是想告诉我，虽然每一块脑组织都很重要，但未必非有不可。也许生活从来都不会那么完美。一个2年多不做梦的人，却会在梦境中突然惊醒。我不知道是该害怕还是该高兴。我打算把这个梦境记下来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这个梦不就是前2天去市郊的经过吗？夜里3点，毫无困意，索性起身泡了杯茶，不禁陷入了这2天的回忆。我努力地回忆着梦里的画面，身体像是被什么力量吸引了一般，缓缓地走向那棵美丽的银杏树。树干向外延伸而出，就好像无数只暖黄色的手臂欲将人环抱其中。我站在树下，尽情地呼吸着淡淡的清香，似乎闯入了幻境，只想一直闭着双眼，感受着这种久违的惬意。突然一阵微风袭来，头顶上的树叶发出了窃窃私语般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啪的一声细微的声响自我右侧传来，我立时转过脸，试图去吹掉落在我肩头的小东西。那是一条青灰色的毛虫，当地人称其为洋辣子，只是这个季节似乎很少见。它紧紧地趴在肩头，怎么吹都不会动，只好试着用食指将它弹开。我可不想被它咬到我的脖子。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我蓄力弹开的一瞬间，这家伙突然动了一下，准确地说，像是触了电似的抽搐了一下。我顿时觉得头皮发麻，不知所措间，他又动了一下，这一次好像是在挣扎，翻了个身，侧过来躺在肩膀上，身体拼命地重复着蜷缩与伸直的状态。我都看傻了，根本来不及弹开，没想到的事情却发生了。噗的一声，毛虫的腹部炸裂了开来，半透明的胶状液体缓缓地流到肩头。我只好掏出纸巾，将毛虫的尸体小心地擦到地上。真是倒胃口，在这个季节还能遇到这个东西，真是点儿背。我一面心里暗自想着，一面绕着大树转圈，抚摸着树干。恐怕以我的臂展来说，没有3个人休想抱得过来。这样难得的古树，难怪林老头舍不得。我低声自语道。正当我转到侧面的时候，脚下一个没站稳，险些摔倒。我低头一看，奇怪，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坑？从树叶掩盖的程度来看，这个坑被挖的时间似乎并不长。我用脚拨开一部分树叶，就在树根处露出了一个60乘60公分见方、深度近半米的坑洞。我蹲下身子，看了半天也没办法弄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坑。
只好从又站起身来。这一站不要紧，立时间只觉得眼前一片繁星闪烁，赶紧用手搭在树干上，缓缓地调整着呼吸。也就半分钟的光景，只觉得手心开始轻微发麻作痒。我猛地抽回扶在树干上的手掌，这才看到按住树干的位置有一条自上向下流淌着的透明液体，一直流到了树根处。顺着流淌的方向一路向上，大约3米不到的高度有一个洞，液体正从树洞里向外流出。手心奇痒难忍，就好像被小虫子咬过一样。我赶紧用纸巾用力地擦着，这才感觉好一些。究竟是什么原因被蛀了那么大一个洞？我小声嘀咕着，可我不是植物专家，所以毫无头绪。正当我顺着流水的路径再次向上看过去的时候，一双闪着绿色寒光的瞳孔正在自上而下阴森地盯着我。就在那一刹间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心中大喊不妙，连忙向后退去。那双充满怨念的眼神慢慢地向我逼近，嘴里发出嗷嗷的怪叫声。这种叫声直击心底，让人瞬间失去斗志，手足发软。我肯定那不是一般的猫所发出的叫声。就在我后退的同时，忽略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，但是当我意识到的时候，已经迟了。一只脚踩进了深坑，一个踉跄，整个身体向后仰去，倒在了地上，后脑着地。就在意识渐渐消失的2秒钟里，我看到了一只灰猫模样的动物，正露出流着咸水的尖牙，向我慢慢逼近。当意识恢复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。我当时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吊顶，蓝白相间的条纹床单和床头发出滴滴声的仪器。说实话，我真有些恍惚，是不是从未离开过这里？不过片刻之后的冷静回忆，我还是松了一口气。我确实又回来了，但不是因为那件事。对我而言，发生什么事都没关系，只要不是那件事。这个地方以及它的一系列流程我都太了解，索性坐起了身，按响了床头的电铃。你醒啦？一个女声悠悠地传来。这个高个实习护士我见过，表情上看我能确定她还记得我。我要回家，我道。啊？护士张大了口道，那也得明早才能办手续吧。好不容易熬到医生上班，我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回家换了身衣服，直奔公安局。当然，这也是他们的意思。一大早护士站就接到一通公安局的电话，问我醒了没有，说醒了他们会安排人来给我做笔录，希望我能配合。不用了，我对护士道，帮我转达一下，我等会儿会亲自去，不必麻烦他们过来。公安局负责接洽的是一个看上去眼神相当犀利的中年警官，一上来就直奔主题。你是齐浩洋的朋友吧？警官问道。昨天跑那儿去做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昨天的行为会给齐浩洋的案子带来多大的麻烦？案子？麻烦？难道他们认为这件事和齐浩洋有关？我心头暗自一紧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来。